昨天晚上啊，我跟大学同学聊天，睡得比较晚。今天早上起来一看，戈尔巴乔夫去世了。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呢，我们这一代对他印象都比较深。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正是赶上改革开放那个风起云涌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当时戈尔巴乔夫有一本书在中国风靡一时，这本书的名字叫《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呢，其实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啊，他认为他对共产主义这个制度啊，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制度要重新进行认识。说白了，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走不通，你那个集体农庄制度啊、公有制啊不行。再加上他对所谓两大阵营之间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纷争，也重新进行了反省。他就提出来，人道主义其实超越意识形态的纷争。这本书为什么对中国社会影响比较大呢？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当时中国也在搞改革开放。那么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虽然他跟中国关系不太好啊，但是他在重新进行评价社会主义制度啊，也就成了中国那个思想解放运动时代很多人呢引过来作为这么一个借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你想啊，苏联是社会主义最早搞起来的国家，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个带头大哥嘛。人家带头大哥都重新开始反思公有制了，反思社会主义制度了，那你作为其他国家，你有什么理由不改呢？所以这个是印象非常深的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当时1989年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中苏关系啊，过去啊就是有几十年的时间一直是反目成仇嘛。最开始是同志加兄弟，后来呢就反目成仇了。原因呢是因为老毛跟这个赫鲁晓夫想争夺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后来没争成功之后呢，中苏之间就反目成仇了。中国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9评文章，评论苏联，认为苏联是在修正主义，不再搞社会主义了。所以整个共产主义阵营也就由此分裂了，分裂成一部分是跟着苏联走的，一部分是跟着中国走的。但是后来在邓小平上台之后啊，包括后来苏联的政局也在发生变化，其实中苏双方都有想要改善两党关系这么一个需求。这勃尔列涅夫最终去世之前，据说还写了一封信给中共啊，就希望能够改善双方的关系。邓小平上台之后更是如此啊！邓小平上台之后，不但跟美国建交，同时他也希望跟苏联搞好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苏联啊，在中国的北部边境啊，陈兵百万，就是中蒙边境和中苏边境。这个对中国是一个现实非常大的威胁，而中国要搞经济建设嘛，搞经济建设的话，你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邓小平就非常希望能够跟苏联把这个关系还解冻了。这个时候其实条件也具备了啊，因为这个老毛其实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对吧？那个个人恩怨已经不在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中苏这两个国家呀，都已经放弃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外交思路。中国邓小平上台之后开始走务实主义的道路了，对不对？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也放弃了过去那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外交思想了。所以呢，就在这种情况下，1989年的5月16号，戈尔巴乔夫5月15号访华，5月16号在人民大会堂双方见面。当时那个天安门广场上还是在游行的学生，天安门广场里面，戈尔巴乔夫跟邓小平见面。在这个见面的过程中啊，邓小平其实挺聪明的。他一方面他就讲了你苏联历史上你侵占了中国那么多领土啊，然后后来呢又讲到中苏的论战。其实他后来也委婉的说了，他说我们现在看来，当年论战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我们现在也不认为都对，也等于变相承认了当时的那些意气用事的外交辞令啊本身是错的。戈尔巴乔夫也说了，他说我们也认为我们当时说的那些话呀，也不一定都是对的。所以是中苏两国啊，长达这个将近30年的这个恩怨啊，就因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相见一面泯恩仇啊。所以我们当时对这个印象特别深，正好是89年的时候。第三个印象呢，就是1991年苏联的灭亡，那一年我正好是大学毕业。8·19政变的时候呢，当时戈尔巴乔夫去这个克里米亚去度假，就是现在乌克兰啊跟俄罗斯争的那个地方。结果呢，那党内的保守派就把他给摁住了，软禁了，然后就宣布解除戈尔巴乔夫的职务。戈尔巴乔夫当时还挺硬啊，拒不签字啊，然后西方社会都支持戈尔巴乔夫啊。叶利钦就是在8·19事变过程中间呢异军突起的。当时啊，那个
那个所谓的行动委员会啊，就派军队进入莫斯科，想包围克里姆林宫啊。结果叶利钦啊，就站在坦克车上，对莫斯科的市民还有这些士兵发表演讲。一通演讲之后啊，这士兵们都自己放下武器了，拒绝执行这些所谓的行动委员会的这个命令，整个这个事变就流产了，就破产了。然后呢，戈尔巴乔夫就重新被放出来复职。但是没多久，就在这一年的12月25号，这戈尔巴乔夫呢也就签署了一个苏联解散的命令。当然，前因是因为叶利钦找了那个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那3个国家的头，是吧？他们自己签了一个要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然后就自己宣布说苏联不存在了。戈尔巴乔夫相当于承认这个现实。在12月25号，我还有印象，那电视里头，他签完字之后，那是一个美联社的记者还是哪个记者，就把他那支笔给拿走了。拿走之后，他就跟别人讲，他说就是这支笔，这个宣告了苏联的结束灭亡。就戈尔巴乔夫自己回忆啊，就是12月25号他签署了这个决议，他还没签署完呢，那苏联的国旗就已经被降下来了。他回到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说这么快呀，是吧？然后第二天他又去了一趟克里姆林宫，去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叶利钦跟他几个小伙伴在那房间里头喝威士忌呢，特别高兴。戈尔巴乔夫说这个无赖，戈尔巴乔夫他认为叶利钦窃取了他的权利嘛，是吧？就怎么看怎么评价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呢？我个人认为啊，戈尔巴乔夫是最成功的失败者。为什么说他是最成功的失败者？首先说成功吧，那是因为他成功的终结了这是2大阵营的敌对状态，铁幕终结嘛。什么是铁幕？就是当年啊，就是世界上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这2大阵营啊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上那是水火不容啊，你想消灭我，我想消灭你啊，这个是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的。只不过这个战争什么时候打不知道，所以双方都在搞军备竞赛，自己拉了一帮自己的国家开始搞，是吧？苏联这面就社会主义阵营这面就是苏联为首的嘛。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可能很难体会到那个时代给每个普通人所带来的阴影。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早晚要打，而且要打的话，可能还是以核武器为核心。那你要知道，当时美苏双方的核武器啊，可以毁灭世界几十次。那你想想，如果要是打起世界大战来说，每一个普通人那命运可想而知。所以谁都不知道这个铁幕怎么终结的时候，出现了戈尔巴乔夫。这戈尔巴乔夫呢，一方面对内他开始否定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外他开始跟西方进行和解。然后呢，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原先他都控制这些国家的内政啊。你哪个国家不服，他直接就派军队过去把你的领导人抓起来枪毙呀。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没有干预，他宣布承认2德统一。说实在的，他是可以干预的呀。他如果是派苏联军队去东德镇压东德的当时的那个行动，其实也没问题，2德就未见能统一。但是戈尔巴乔夫在关键的时期放弃了他去干预德国统一的进程。应该说德国人是很感谢戈尔巴乔夫的啊，也包括东欧呢很多国家也很感谢戈尔巴乔夫的。就关键的历史时期，他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历史地位是很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说他是失败者呢？就是他终结铁幕啊，包括苏联的解体，并不在他改革的预期目标。那他在下台之后，我记得是05年吧，还是12年左右。因为他下台之后接受过很多次媒体的采访啊，媒体的记者就问他说：“你改革的目标，你的新思维的目标，是不是就要把苏联给终结？”因为直到今天，其实在俄罗斯境内，也包括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境内，很多人对苏联的解体这一点还是耿耿于怀的。所以，在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的罪人。戈尔巴乔夫自己就认为，他说不是，他自己说，他说我改革的目的只是希望给地方一些更多的权利，并不希望说实在的开始要瓦解苏联。那也就是说他自己都承认嘛，就是苏联的解体并不是他改革的目标。那么包括就是他自己也失去了权利嘛，苏联总统当了1年左右，他就完蛋了，苏联就没了，他也就失业了，对吧？我想啊，这些都不在他的预期目标的范围内，所以我认为他是失败的。
就是失败的成功者。那接下来的问题啊，我们就想讨论一下，就前苏联的改革，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其实你去看啊，戈尔巴乔夫的很多改革，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讲，很多都是对的呀。在很多第三方说，你比如说他搞公开性，你共产党嘛，你搞公开性，过去你都是小圈子政治，你决策过程中也不让人看，对不对？搞民主化，开放党禁，他在第一届当选苏联总统之前，就宣布全社会你可以自由地组建政党和社团，对吧？然后开始否定计划经济，这些非常正确的政策，为什么最终导致了他自己丧失权力呢？为什么导致整个苏联的解体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啊。我的观点啊，就是一个威权社会在向开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是这个社会最危险的时候。你看今天的北朝鲜啊，这个北朝鲜金家王朝其实已经搞了70-80年了，很稳定。如果没有外界的因素，比如说朝鲜再发生一次战争，或者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啊，它这个社会其实可以一直维持下去。有金3代，可能还有金8代、金10代，没问题。就是它的稳定性是足够的，因为它是一个在那个系统中间的它的稳定系统，因为它内部没有其他人可以对它的权利构成挑战。那么什么时候危险？就是如果朝鲜要是搞改革开放，比如说它开始开放了，朝鲜的老百姓可以听见南朝鲜、韩国的这些电台了，看韩国的电视了，他知道在全世界范围内他们生活的并不是过去想象的那么幸福的时候，那就危险了，对吧？为什么这么讲？就是因为威权社会在向开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它意味着对自己的否定。你想啊，你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就是因为你做的不对嘛。那么你对自己进行否定的过程中，还能维持这个社会稳定，这个其实是个技术活，难度非常高。在我看来，苏联啊，其实的解体，也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改革最终啊伤及到他自己的合法性了。我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啊，就晚清最后的10年呢，其实啊，如果你要从后世的角度来讲，改革的非常认真，很多措施啊做得非常好，甚至有很多举措啊，从今天中国的角度来讲，未见得超得过。大家都知道这个清王朝啊，从1840年跟英国人打了鸦片战争以后啊，第一次被英国人打，他其实没受什么触动。后来英法联军把他这个圆明园给烧了之后，他开始搞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搞了30年啊，对吧？就洋为中用嘛，是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这个搞了30年啊，最后因为甲午一场海战，北洋海军灰飞烟灭啊，最终举国上下的知识分子、朝野双方共同形成了一个认知，就是光搞技术层面的改革不行，必须要动这个国家的体制。所以啊，在这个甲午之后，那个时候清王朝派这个5大臣到西洋各国去考察，当时第一站到了日本，梁启超当年在日本流亡啊，是这个清王朝的头号通缉犯。然后呢，梁启超还给这些5大臣写奏折，帮他们写奏折，帮他们介绍日本的这个宪政体制，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啊。这5大臣考察完回来之后，这个清王朝就开始推动真正的意义上的宪政改革。这宪政改革，你比如说教育体制上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始兴建现代的新式学堂。新式学堂之后，你学好了，你还可以直接政府给你授予官员。其次，军队废除过去的绿营制度了，那种所谓的那个什么职业兵、世袭兵啊，世袭兵要开始训练新军，按照现代军事体制下训练新军。然后官制按照现代的这个整个的科层体制啊，组建新的这个官制体系了，把过去的6部都废除了。这是在1905年丙午官制改革开会的时候，就在我们今天北大和后湖那个地方啊搞的。然后呢，就紧接着开始组建咨议局，咨议局就是议会的前身嘛，是吧？要准备向这个议会制度过渡嘛，然后组建内阁。那么这一系列的改革，你从后世来看啊，我认为来讲，真的是做得非常好，也非常认真，确实是做得非常好。但为什么清王朝最终还会在他最认真进行改革的时候灭亡了呢？而且是因为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几个低级士兵哗变嘛，武昌起义嘛，
他这个就完蛋了。那么我其实因为硕士的时候研究的就是晚清立宪这个改革啊，我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清王朝丧失了统治合法性。当一个统治者啊，他其实他统治合法性出现危机的时候，他做的再好也没人管了。你想孙中山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什么？那就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因为他认为中国近代的一系列的这个失败和屈辱啊，就是因为你们满族人统治我们汉族人导致的。这个口号从后世来看，从今天来看极其可笑，对不对？但是当年极其有煽动性。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口号啊，它非常简单，很容易凝聚人心。而清王朝又因为甲午呢丧失了甲午之前啊丧失了改革的时机，所以说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包括下层的这些士兵啊什么之类的，到日本留学的人呢，都认为只要把满清王朝推翻了，中国就富强起来了，就是这么简单。革命有的时候不需要理性的，它其实需要的是情绪、情感。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对于一个政府，尤其是威权政府，在转型过程中间，你如何处理好自我否定式的政策与统治合法性的维护之间，这是怎么说呢？最难处理的，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内容。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多说几句啊，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苏联的灭亡啊，对中国啊其实有很大的影响。91年之后啊，大家都知道，苏联的灭亡把中国共产党其实还是很吓了一跳的。他认为苏联，你看吧，你搞政治体制改革，搞的结果是什么？就自己完蛋了嘛，对吧？苏共都不存在了嘛。所以91年之后，中共其实开始搞什么？搞反对和平演变。当然到2000年的时候，国民党政党轮替之后啊，其实给共产党又吓一跳，就是说，你看国民党自己搞民主化，结果最后自己也丧失政权了，对吧？所以就是这两件事情对中共后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间的路线选择有极大的影响。这个极大的影响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它可以一直搞，没问题。这一点确实也是中苏两个国家啊，当时在改革过程中间不同的路径选择。苏联，我认为当时的错误之一就是它是政治体制改革在前，经济体制改革在后，就是老百姓还没有从经济体制改革中间获得好处呢，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开始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现在看来，这肯定是一个路径选择的错误。再有一个，改革的方式太激进，就是动不动就是上那种特别快速的方式，没有采取那种渐进式的改革。但是中共在这方面呢，要比苏联走得稳妥得多，就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什么？就让这个社会中间几乎每一个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改革开放获得好处。这一点，我们得承认，所有的人在中国社会，你都通过改革开放获得好处了，对吧？有的人获得好处多，有的人获得好处少，但大家都分享到利益了。同时，你就会发现他在合法性这个的论述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科学发展观啊，三个代表啊，说白了都是在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重新构建合法性的理论。这一点，中共这方面要比前苏联这个苏共啊要聪明得多，也要高明得多。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从那之后，他更看清了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能轻举妄动，动的结果要么成为苏共，要么成为国民党。所以呢，你去看经济上的改革一直在推进，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收得越来越紧。所以啊，今天我说到最后，我们讲了一下戈尔巴乔夫啊这个历史人物呢，由于他的去世，他也成为了历史。那么后世如何评价他们呢？这个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我对他的评价，就是我今天说的一个最成功的失败者。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